這是一座環境絕佳的民國軍閥墓，它位於北京的國家植物園北園內，其周邊綠樹成蔭，環境優雅無比，很適合喝茶看報。墓中埋葬之人便是知名軍閥孫傳芳及其原配夫人張桂新。這位軍閥前半生春風得意，一度擁兵數十萬，在南方5省称王稱霸，是一股舉足輕重的勢力。後來他被北伐軍打垮了，但仍然能到天津當個御工，不失為富家翁。晚年吃齋禮佛，卻仍然難逃被人槍殺的命運，但死的並不冤，可謂之一報還一報，只分來早與來遲。如今的孫傳芳墓是海淀區文保單位，也是我们在北京踏青賞花時所途經的一站。而本次的同行人便是我新認識的漢服同袍紅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。大家好，我是紅子。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们目前在這個地方是北京的孫傳芳墓啊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。我們是2026年3月底去的，在國家植物園北園的東側能找到孫傳芳墓的大門。大門兩側有8字影壁牆，上面有灰色的花卉浮雕，其屋頂為歇山頂，上面寫着泰安孫新遠先生墓。這個寫法很好理解，泰安人孫傳芳字新遠，寫到一起是個敬稱，而內部的橫額上則寫着壽安永殿4個字，內部兩側則是挽聯，上聯是往事等浮雲，再修譚代路松餘，遑問江東壁壘。下聯是臉神歸淨土，且收其五子家法，來聽世事梵音。看完門口的這些細節，我們準備一路往裡走，進入院子的深處，很快就來到了封土區。這個神道可能連100米都沒有。此刻我們在右手邊能看到一塊非常高大的龜夫碑，馱着碑的神獸叫做赑屃，其特徵為龍首龜身，和普通的龜並不相同。這是一塊民國27年的祭奠故上將軍浙閩蘇皖贛5省聯軍總司令孫新遠神道碑，正文是孫傳芳一生的往事，它的另一側是簡介碑，但僅僅是簡介而已，並不是文保碑。文保碑藏在門外的旮旯裡，不仔細找還真找不到。現在我們來到墓的本體區域，腳下的接心石雕是2龍戲珠的造型，龍可是帝王之爭啊，這說明民國管得鬆，人們已經不怕僭越了，龍形也是隨便用。孫傳芳的墓塔下方帶有一個須彌座，上邊刻着一層仰蓮，一層覆蓮，上方則是寶瓶式佛塔的造型。畢竟他晚年曾皈依佛門，所以用這個造型的墓塔也是合情合理的。而墓塔前的供桌看起來很是乾淨，說明這邊管理得很嚴格，隔3差5就有人清理，不然這上面鐵定是會有人上供的。因為孫傳芳墓在各個北洋軍閥中算是人氣比較高的了，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裡，既趕上了很多歷史的大事，也趕上了歷史的偶然。孫傳芳自幼喪父，所以童年過得孤苦貧困，只能跟隨母親和姐姐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。後來他到北洋當了兵，得到了馮國璋的器重，並被後者送進武備學堂，之後又被派到日本留學，回来就當上了軍官，並一路青雲直上，逐漸成長為佔據江蘇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5省的大軍閥。民國有那麼多的大軍閥，為什麼我們對孫傳芳這個名字要更熟悉一些呢？因為歷史課本在講到第一次北伐戰爭的時候，其中重點要消滅的幾大軍閥裡就包括這個孫傳芳。像這種經常會考到的重要知識點，大家一般都不會太陌生。在北伐戰爭中，孫傳芳的軍隊幾乎都被消滅乾淨了，地盤也丟光了，但是他人還活着，只能躲到天津去當御工。很多戰敗的軍閥最後都去天津、上海等地當御工了，東山再起是不可能的，但在租界買個豪宅，混個一生衣食無憂還是沒問題的。在9·18事變之後，與孫傳芳頗有交情的岡村寧次曾經邀請他出山協助日本人，但孫傳芳不是溥儀，他不願意當漢奸，所以就一口回絕了。不過這段時間他沒閒着，而是發起了天津居士林。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佛教信眾，那麼居士林便是佛教居士所組成的團體組織，而孫傳芳本人也就此皈依三寶，並在固定的日子裡到居士林誠心禮佛。與此同時，與孫傳芳有血仇的施劍鞘趁機摸清了孫傳芳的禮佛行程，並在居士林將其當場槍殺，一代梟雄就此隕落。原來施劍鞘的父親施從斌早先是和孫傳芳敵對的軍閥，之後不幸戰敗被俘。
按道理來說，很少会有人对被俘的軍閥頭領下死手，一般都是軟禁下野，但生活上還要優待對方。但孫傳芳這次不一樣，大概率是打仗打上頭了，就直接下令把石從斌鐵絲捆綁，慢刀斬頭，悬手曝屍，其虐殺手段頗為毒辣。如果真是在戰場上拼刀槍，那戰死了也就戰死了，沒什麼可說的。但這種殺人法，那必定是要結下冤仇的，而且苦主石劍鞘也一直沒有放棄。所以孫傳芳被刺殺這件事兒，真的是一報還一報。既然當初種下了因，就別怪之後結出了果。最後我們說一個困擾了我們一路的問題，就在我們打算離開的時候，紅子問我說，既然孫傳芳死在天津了，為什麼沒有就地埋葬，而是埋葬在了北京呢？當時我也不知道為啥，過後查了資料才知道，原來這塊墓地是他生前为自己提前埋好的，所以就葬在這兒了。而且他距離臥佛寺也不遠，恰好孫傳芳晚年又信佛，所以這個選址大概率是他故意為之。其實我們也沒想到，竟然能在北京春季的賞花之旅中邂逅這位星野伯嫣、王野呼延的傳奇軍閥。他半生戎馬，權傾東南，以為禮佛避禍便可壽安永殿，卻不知萬般帶不去，唯有業隨身，誰也逃不過那天道輪迴。這春色年年依舊，我們也能在每個年頭裡看到全新的顯赫一時的人物，但生前再耀眼的人也逃不過荒冢一秋的結局。什麼權勢、財富、恩仇，不過都是歷史中的雲煙，用不了太久便會在大眾的視野中消散掉，只剩下歷史中的幾行小字。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